同学们，长笛艺术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发展，我们首先要谈的是德国人的贡献。在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时期，德国著名的作曲家亨德尔、巴赫、匡茨、斯坦利斯，以及后来的长笛改革家波姆，都为长笛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，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。那其实呢，在过去德国和韩雪，你想干什么？方老师，你讲完了吗？讲完该我讲了。韩雪，别太过分了，这里是课堂，我请你出去。同学们，你们的方老师啊，讲起长笛艺术头头是道，但生活当中呢就很不文明了。他出言不逊，你们都听到了，不但语言粗俗，而且行为啊极其不检点。下面呢，我就给你们看一组照片，让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的方老师生活当中是怎么为人师表的。韩雪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上午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呀。没干什么。韩雪，你上午跑到东大闹得天翻地覆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你说这事儿啊？对呀，我是去闹了。怎么了？他们就欠闹。韩雪，你是孩子吗？啊？你做事不知道轻重啊！我看你这找死呢。你说谁找死呢？我是找死的吗？我问你，你们是不是还没登记呢？登记？让你搅成这样还登记？那就对了，张一鸣，我是在救你。你要真再往前走半步，那你就是在找死。韩雪，你是不是法盲啊？我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是诬陷他人名誉，扰乱公共秩序，就凭这2条，警察可以拘留你。东大保卫部找你呢。他们找我干什么？找你干什么？找到你住哪儿就报警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复婚。我没想到那么严重。我不能被拘留，我要是被拘留了，毛毛怎么办啊？你知道害怕了？啊？毛毛怎么办？你做事情有没有想过呀？行了，现在没事了。没事了。你知道谁保了你吗？谁呀？方圆圆。他什么他呀？人家问他你住哪儿，他没把你的住址告诉人家，要不然你现在就在拘留所了。叹什么气啊？后悔了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谁后悔了？我是感叹。你感叹什么呀？说出来听听。你说咱们俩前些日子在这儿离婚，今天又在这儿复婚，这一大圈绕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！咱们俩的关系啊，虽然又回到了原点，但是感情超越了过去。是啊，这就是经历过磨难的爱情，那才是最宝贵的。可我想想，韩雪啊，还真是挺惨的，这泪也流了，血也淌了，绕了一圈，留在原地没动。赵一鸣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这2天你怎么就对韩雪念念不忘呢？是不是出了门外就惦记门里了，进了门里惦记门外啊？哎呦喂，我的好娘子，你太错怪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出了家门想着门
回到门里，我绝对忘了门外。你少来吧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认定你是说错了话，犯了错误，我要惩罚你，认不认？不认罚。怎么罚？你要踹我？转过去。行。哎呦！背着我走。一鸣，怎么想到突然给我们娘俩做这么多菜？有什么事儿吧？这个，一是从来都没给你们做过菜啊，二是想表达一种心情吧。表达一种心情。表达什么心情？哎呦，说不清道不明，也许是离愁别绪吧。离愁别绪。你不会是想说你准备跳到墙那边了吧？韩雪，我复婚了，手续办完了。我明白了。毛毛，你吃啊，啊。韩雪，我就要回到圆圆和萌萌身边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你和孩子。说心里话，我感到有点揪心，真的。自打你带着毛毛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那一刻起，虽然说好像记忆里咱们俩总是又吵又闹的啊，但是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一些往事啊，还是很温馨，甚至可以说意犹未尽。人非草木，情感这东西啊，它也不是一道数学公式。这个我想你懂，我不用多说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韩雪，我脾气不好，特别是在咱们俩吵架的时候，有时候容易语言过激。如果有些话伤害了你，那都是我的错，别往心里去。我希望你能淡忘了，千万别耿耿于怀。你别这么说，我不会怪你的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挺难的。对了，还有我说的那个高薪职位的事儿啊，已经落实了。如果情况好，1个月光工资我就能开7、8千。也就是说，毛毛的病啊，在他上学以前，咱们一定能把他这病治好。啊，谢谢你，给你添太多麻烦了。韩雪，瞧你说的，添麻烦这3个字儿应该是我对你说的。我回到那个家，相对来说，我就是离萌萌近了，离毛毛远了。
对于毛毛，我身上的担子相对来说就轻了一些。对你来说，你肩上担子就更重。韩雪，我对不起你和孩子。韩雪，就用这杯酒，我赵一鸣对你寒暄，想表达一点敬意，还有很多的歉意。韩雪，孩子就交给你了，给你添麻烦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爸爸让酒给呛着了。哎，你也喝，爸爸都干了，你不喝？喝。爸爸，我是男子汉吗？那是，毛毛就是男子汉。来，吃菜啊。韩雪，你今儿干嘛呀？现在该我说了。首先，特别感谢你给我娘做这么多菜，算是告别晚宴吧，还送我们娘俩最后一次团圆。其实我知道，出现以后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，我让你在门里门外走了一回，特别的对不起你，都怪我。但是你没有怪我，而且还说了一句话，说人非草木，人的情感不是一道数学公式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这一句话了，足够了。多好啊！你说要是以前我们就能这么聊天，可能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没有过程，就不会有结果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一鸣，吃完这顿饭以后，我这个家门你就不能随便进。我准备关门了。我们孤儿寡母的，要活个清白。我希望你能理解。我能理解，你有你做事的原则。那这样，我要想毛毛的时候，我就去幼儿园看他。我现在借这一杯酒，跟你说一句真心话。我祝你和月还有毛毛一家人幸福。毛毛再见，啊，毛毛再见啊！哎，你下来干嘛呀？哎，
你上这车，我自己能走。谢谢啊，你先走吧，先别走吧。送我了，我自己能走。你看你别摔着你，毛毛回家，带妈妈回家啊。慢点，别摔着。没事儿。哎呀，毛毛，那个，我到家了，我摔不着，啊，你看我到家了。行了，一鸣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免得圆圆有误会。你自己上去吧。打个车也不舍得花钱。知道了，快上去吧。回去吧。再见。慢点啊。知道，走吧。你好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丈夫赵一鸣。应该是前夫吧？对不起，是丈夫，我们已经复婚了。这是我们结婚证，你看看吧。你让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现在我们是一家人。方圆圆，你不会幼稚的认为你们又是一家人了，就生辰在我吧？这是你的理解。不过不得不说，你看问题的角度还挺独特的。是吗？可是，我打断一下啊。小满同志。满江红啊，满江红。我觉得你充满敌意。我认为我们能够坐在一块儿，不必那么紧张，大家放松一点，心平气和的谈一谈这事儿，你看好吗？你看看你新婚妻子的态度，一见面就亮出结婚证，跟我示威？这怎么是示威呢？这是结婚证，又不是挑战这书。不是示威，又是这当然不是了。听我说一句，满江红啊，这不是示威，这我们复婚，高兴一事儿，就是高兴，啊。圆圆，你先回去吧，啊。我为什么要回去啊？你先回去，我跟他好好聊一聊，家里人还等着呢，等着看这结婚证呢。喂，听话啊，来，收好。慢点啊。张一鸣，如果你想我们的谈话继续的话，那如实的回答我一个问题，行吗？可以，只要是我知道的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告诉我，萌萌是不是我的女儿？客观上讲，是你所生。我终于从你们家人嘴里听到一句实话。那既然我是孩子的母亲，我去看她也是人之常情。你能带我去看看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就去。哎，等等，别着急，满江红啊。在带你去见萌萌之前，我得先确定一件事情。你打算用什么样的身份来见萌萌？你觉得呢？阿姨。阿姨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这一点都不可笑。萌萌还小，她不懂事儿。我觉得我们双方大人，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去破坏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，更何况你是他的生母，你觉得呢？行了，不用说的那么严重，不就是换个妈吗？换个妈还不严重吗？满江红，
就算是我们成年人，突然有一天说要换个妈，也会吓一跳吧。更何况，这孩子还小，你在做一个决定之前，你有没有想过他会发生的问题？够了，赵一鸣，你之所以那么说，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想把孩子还给我。你别忘了，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。你别忘了，萌萌她确实不认识你。好吧，我同意以阿姨的身份见面。保证。我保证。好，我带你去。服务员，结账。师傅，我当小牛进幼儿园。那个，这个是车钱，不用找了，但是务必超过前面那个出租车，您越快越好啊。别去哪里呀？甭管了，你赶快跟妈妈走吧。孩子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孩子让他接走了。你别着急，我觉得他这是一时半会儿啊还没想通。咱们一定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他养了孩子那么多年，换成是我，我也会那么做的。谢谢你能理解。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，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了。南江红，我真不希望这样。真的，打官司为什么呀？咱们都爱孩子，因为爱孩子到法庭上去你争我抢的。且不说咱们身心疲惫啊，对孩子会造成什么影响啊？咱们如果站在孩子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，进一步可能会是万丈深渊，退一步进去就是海阔天空。你说呢？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跟老姨说。真没有，老爷没事儿。是不是赵一民？他把那满江红领到幼儿园去了。啊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哎，那看见萌萌了吗？你看不看见都坏菜了。这老狼发现兔子窝了，你说他往哪儿躲呀？他你说这赵一民太不像话了！等他来了我再收拾他。哎呀，老爷，您别太为难他了啊。你放心吧，老姨有分寸，老姨心里有数。老姨夫，老姨，爸爸，哎，别叫他爸。哟，一民来了，你一来人就齐了，咱们都落座啊！来，坐。哎，来，都到齐了。今天你们俩是主角，来，做主座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妈，快坐呀，想什么呢？来，往里坐啊！过来。服务员，上菜。白雪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，我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虽然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。赵一鸣复婚了，对，也给我打电话了。这已经不是新闻了，昨天我就知道。谢谢你。白雪，我不奢望你现在总有一天会懂我的，我只希望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告诉我。
赵一敏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？啊，今天当大家的面，你说说清楚。如果你说的有道理，我王宝珠首先表扬你。宝珠同志，我们能不能吃完饭再说啊？咋看不出火候啊？不行，你不让说话，憋死我你！你说，你随便说啊。你要不嫌乱就说。老姨，要不然我带着萌萌先回去了。行，先回家吧，你们啊，路上小心点。爸爸怎么不走？爸爸开会，爸爸开会啊！对，爸爸开会啊，走了。爸爸再见。再见。哎呀，行了。走了，妈妈。赵一敏，哎，你给我们大伙儿说说，你为什么把满江红领到幼儿园去啊？哎，赵一鸣，你是不是想拿萌萌送礼呀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？哎，我们说话能不能态度好一点啊？啊，别都跟吃了枪药似的啊！怎么好好说？怎么好好说还要？那这态度就够好的了。我赵一敏，你说清楚，你为什么把他领到幼儿园去啊？老姨夫，老姨，我带满江红去幼儿园啊，是想缓和矛盾。我认为啊，对抗对谁都没好处，是吧？没好处？哼，怎么对抗了？我们怎么对抗了？我就不信我们这一大家子人，我们斗不过满江红。可就怕到最后，咱们不是和满江红斗了，那跟谁斗？和法律斗。那法律斗？哦，那你这意思是说我们犯法了？我们犯什么法了？我们啊？我们犯什么法了？孩子的亲爸爸在这儿坐着呢，亲爷爷亲奶奶在这儿坐着呢，我们保护孩子，我们犯什么法了？不，赵一鸣，我还得问你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你是不是发育不良啊你？就凭我是萌萌的爹，你是爹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他大舅啊，你自己说的。赵一鸣，你就是个吴三桂，你是名副其实的吴三桂。哼！哎，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你干嘛管我呀？怎么不管他呀你？老姨夫，我也先走了啊。三桂就是。哎，一鸣，这饭都没法吃了。服务员，服务员。圆圆，你把门开开，咱们俩聊聊。圆圆，我知道你没睡呢。这顿饭吃的真他妈晦气！你们家人啊，也是够欺负人的了。娘俩一块儿损人家，没鼻子没脸的，也不分个轻重。怎么损他不对啊？他那叫干的什么事儿？有他这么干事的吗？满江红现在找到萌萌幼儿园了，那日后呢？他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来了。叫我说啊，把孩子还给人家得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的不对啊，你有家，方圆圆和赵一鸣也有家，现在就剩下满江红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他不该有个孩子相依为命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看我孩子不顺眼是不是？也不用你养活，你操什么心？哎呀，我不就是那么说说吗？你看你那个样儿。你别以为我看不透你的心思。你挺大个人，你要是跟孩子吃醋，那你可真叫个玩意儿。我什么时候吃孩子醋了？我是想，你想什么？你看啊，
你不把孩子还给他，他就缠着你。他一缠着你，我心里能不别扭吗？你又来了是不是？行行行，不说这个了，就当我说胡话也不行吗？以后你少说胡话，睡觉去。这叫复婚吗？这叫修筑堡垒吗？就是引进家贼，引进家贼呀！家贼难防，家贼难防，这就是家贼。哎，半夜三更你嚎啕啥呀？烦着呢，我都快烦死了，我都。你能不能不钻牛角尖儿，从那个赵一民的角度想想？从赵一民的角度想，怎么想啊？啊，想怎么把孩子送给人家？你怎么绕不过这弯儿啊？打官司是好事儿。那他领着《满江红》来看孩子，就能不打官司了吗？人家《满江红》看孩子也是人之常情，你如果愣不让他看，那不等于把他逼上法庭吗？大家都让一步，谦让一些，有个回旋余地，何必非得顶牛呢？行，你大度，你谦让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把咱们孙女谦让出去，咱俩这日子也别过了。我找个绳，我上吊自杀。这。徐探长，我来报道来了。哎呦，这怎么一个人就来了？嗨，干部处和张晓凤处长啊都说送我来的。我哪好意思让麻烦人家呀？我一人来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？也好，来坐。坐。哎呀，坐。工作一会儿再谈，我给你沏杯茶去。哎。请问你找谁呀？我是找赵萌萌的，就是那个穿红裙子的孩子。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阿姨。对了，也是他妈妈的同事。萌萌过来。看你满头都是汗。哟，还记得阿姨吗？不行，阿姨给你拍张照啊。萌萌，告诉老师，她真的是你阿姨吗？你先过去玩，去那边玩啊。我给她拍张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上课了。行，我马上就走。这边。你的咖啡。我的咖啡我还是自己来吧。今天例外，是我请你的。放心吧，咖啡里我没下毒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这么特别。今天是我韩雪向你投降的日子。投降？我输了，我输给你了。我这个人啊，愿赌服输，输了就是输了。
这是我以前拍的你的照片，你可以亲手把它删了。你自己做的事情，还是自己了结吧。也好。全部删除了，你可以检查一下。不必了，我看到你的诚恳，我相信你。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该谢谢你。不用，我不用你的谢意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帮我解除我的疑惑。因为你今天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我简直都不敢认了。我想知道其中的理由。理由当然是有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是什么原因啊。我不明白。那好，你不明白，我就跟你说明白。这个理由就是你和赵一鸣复婚了。想不到吗？想不到。不是，我本来觉得我们复婚会更加激起你的斗志呢。说实话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要迎接你的明枪暗箭了。王媛媛，看来你还真是不了解我，你只看到我争强好胜的一面，但你没看到我讲理的一面。实话实说，你跟赵一鸣离婚那一段日子，赵一鸣既不属于你，他也不属于我，我有理由和你争一个高下。而且，争强好胜也是我的风格。但是现在你们复婚了，赵一鸣明确属于你方圆。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还和你争，那是缺德，而且也违背我做人的原则。明白了。今天的咖啡真好喝。所以，好好过日子吧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再找你麻烦。但是你也要跟我保证。善待一鸣，要一如既往的去爱他。该说的话我说完了，该办的事儿呢也办完了，我该走了。韩雪，我知道你一个人带着孩子特别不容易。关于管母的生活，虽然我过的时间不是特别长，但是那种滋味我已经实实在在的感觉到了。所以你要是有什么难处的话，一定要跟赵一鸣讲，因为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他有这个责任跟义务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愿意跟我讲的话，我会特别高兴我能帮到你。祝你们幸福。
不起啊，请问张一鸣今天没来啊？张一鸣调走了，今天刚走。调走了？去哪儿了？调到民间艺术团。啊，那谢谢你啊。真有本事，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啊？我到文化局找你，人家说你调这儿来了。啊？怎么往这儿调呢？你看这乱七八糟的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再说了，你调工作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那不是前些日子跟你也说不上吗？再说了，这段时间这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没顾上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有急事找我？哦，对了，满江红去幼儿园了，他跟萌萌说上话了。我是觉得这情况好像有点越来越严重了，你说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哎呀，圆圆，我说怎么办，你听吗？那还不是你惹的祸，要不是你把他带去，能有这事儿吗？行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圆圆，咱们是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消极拖延那不是办法。你要是信我呀，咱们就带着萌萌去见见他。你说什么呢？不是张一鸣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你是不是真打算把孩子送给他呀？这领孩子见见，怎么就是送给他了？哎，这孩子本来就是人家生的，那见见又怎么了？啊？那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行，这事儿啊，我不用你掺和了，我信不着你。嘿，圆圆，我说马向前呐，马向前，我说你怎么老犯事儿啊？我最近没犯事儿，我犯什么事儿了？没犯事儿，法院的人又来找你干什么？啊，稀罕你啊？怎么不来找我啊？法院的人又来找我来了，现在就在我办公室等着你呢。下午好，你们找我？你就是马向前吗？啊，是啊。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们是宽城区法院民事庭的书记员，满江红诉你侵犯抚养权一案，本庭已经受理。按照相关法律程序，我们今天特向你送交起诉状副本，请你签收。另外呢，限你于半月内提交你的答辩状。老庞，我们把那个诉状的副本拿来了，你看看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你们坐。法院说呀，让我提交答辩状，我这也不会写呀，还得请庞律师受理了。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人家写的专业。法院让我在半个月之内给交上去。这个我知道。对了，上次你们说的情况之后，现在还有没有补充？没有。那好，那这样，我先看看这个诉状，然后再说。好，那老庞，这事儿就全拜托你了啊！拜托了，放心吧。那我们走了，不打扰了。好，我不送了啊。行，再见，再见，庞律师。喂，哎，庞律师，你好，你说。哦，没事儿。哎，庞律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已经挺麻烦你的了。行，谢谢啊。
圆圆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呀。你说什么呀？不就是把孩子拱手送人吗？我不想听。庞律师来电话了，你听不听啊？他怎么说啊？庞律师说啊，满江红那起诉书啊，他仔细研究了一下，思前想后，才决定啊，向咱们道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这话你听不懂啊？人家认为这案子没有胜诉的可能，与其到时候败诉，那就不如不接这案子了。看来这满江红的起诉书挺有杀伤力啊。马向前招架不了了。哎，圆圆，我问你，要是大风刮过来一场山火，你是顺着风躲着火跑呢，还是顶着风迎着火跑啊？你别考我了，行不行？我现在没心情。我这跟你讲一个道理呢。哎，你说顺着风躲着火跑，这人必死无疑。哎，人能跑得过山火吗？啊，但你反过来，你顶着风迎着火跑，那就是一道火墙，钻过去，说不定就有一线生机，人还能活呢。你还不能总是顺着风躲着火跑，你别给我讲这些大道理。我遇不到山火，我先遇到的是满江红，你说吧，我怎么对付他？你们都是亲戚，干嘛总对付啊呀？干嘛呀？我说的不对啊。她是萌萌的生母，你是萌萌的姑，我还是姑父呢，这不都连着呢吗？那都是亲戚啊。那亲戚怎么着啊？把孩子送给他就可以做亲戚了是吗？可以啊。什么可以？你这说什么话呀？当然可以啊。他满江红要是有本事，能让萌萌不哭不闹跟他走，你让他带走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这满江红思想太简单了。那孩子是个人，他不是个物件，说拿走就拿走啊。这倒是，萌萌是我从小带大的，不可能随便跟别人走的。对呀，你这么有信心，你还怕他干什么呀？律师投降，上诉无望，只好迎着山火跑了。烧死就烧死吧，烧不死，有我呢。庞律师，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我的请求啊？这件事儿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我真的是爱莫能助。庞律师，你要是帮我度过这个难关，我这一辈子我都感谢你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真的。那就谢谢你了啊！再见。老马，哎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不能等我醒了再说吗？啥好消息？我跟你说，我偷了一个大西瓜。哪儿偷的？龙眼农场。龙眼农场在哪儿啊？豆鸡眼儿，把网名给改了。他说豆鸡眼网名不好听，他把豆鸡眼改成龙眼了。我在龙眼农场偷了个大西瓜。王宝珠啊，我上辈子准是欠你的，连个中午觉你都不让我睡。哎呀，向前回来了啊！哎呀，
我儿子真好，进门就知道学习。干什么呢？起诉状。起诉状是什么呀？你老年大学都白念了，你打官司不得需要状子吗？满江红写的。并且瞒着所有的人。你不能生育，你在赵一鸣面前，那顿时就矮了3分。他要想要孩子，就得跟你离婚。哥，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损了。知道了所有真相的方圆圆回到家中，看着气急败坏的赵一鸣，她虔诚地跪下请求得丈夫的原谅，解释这一切自己也是刚刚得知。然而此时的赵一鸣却一句：“我没有生育能力，我是个废人，我不可能有儿子。”你怎么可能是废人？如果不是初恋女友带着6岁的孩子来认爹，赵一鸣也许这辈子都不清楚自己原来是健康的，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。经过一番追查之后，得知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妻子方圆圆身上，是负责做检查的马向前话都听不进去，一度认为是他和表哥合起伙来欺骗自己，说什么都不原谅他。今天我赵一鸣要原谅你，我就不是人。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方圆圆离婚，而方圆圆满心愧就死也不肯离婚。赵一鸣来到马向前工作的医院，一拳头下去宣泄着自己内心的愤怒。打的就是你，我不但打你，我还要告你呢！你告我什么？我告你以德败坏。男人明明被查出没有生育能力，可初恋女朋友突然找到他，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，声称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个孩子是你赵一鸣的种，我当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生育能力。赵一鸣在文化局上班，妻子方圆圆是一名大学老师。婚后，赵一鸣被查出不能生育，于是夫妇2人便收养了一个女孩，起名萌萌。从此，2人对孩子疼爱有加，视如己出。一天，赵一鸣大学时代的女朋友韩雪突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，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，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，并瞒着所有人。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妻子离婚，无论圆圆如何苦苦哀求解释都没用，于是回家拿来自己不孕症证明。可一张曾经的诊断书并没有说服韩雪，于是赵一鸣同意做亲子鉴定。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却让赵一鸣大吃一惊，这个名叫毛毛的男孩却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认为是不是医院弄错了，或者名字填错？不可能的。如果你妈不找我麻烦，我就不告你。方圆圆因为萌萌一直吵闹要爸爸，又得知这是赵一鸣与他结婚前犯下的错误，起了复婚的念头。与此同时，得知赵一鸣已经离婚，依然爱着赵一鸣的韩雪也想与他结婚，好给自己和孩子找个归宿。夹在中间的赵一鸣该如何选择呢？这几天就这一份亲子鉴定，怎么会错呢？得到护士的肯定回答，赵一鸣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，立即赶往另一家医院做体验，得到的结果却是自己根本没有病，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。赵一鸣陷入了沉思，他想起妻子曾经说过的话，受了多年窝囊气的赵一鸣只能借酒精大醉一场，这让圆圆满心愧疚。第2天，马向前提醒圆圆将事情解释清楚，早谈早和好，毕竟这个事情圆圆是不知情的。但昨晚大醉的赵一鸣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，根本谈不上火。上班路上，初恋女友韩雪再次找到赵一鸣。你一个健康男人为什么说自己有不孕症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看你受委屈，我心里难受。毕竟我们2个相爱过，我到现在我都还爱着你。你一转身就嫁给大款了，还来认父亲。自认为没有生育能力的赵一鸣，自然是不会认孩子的。我没骗你，这个孩子真的是你。我跟大款离婚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他的。出嫁之前，我把身子给了你，因为我爱的是你。赵一鸣以为韩雪是故意来讹自己，于向前开假诊断，他就告赵一鸣包2奶。马向前也主动找到赵一鸣道歉，希望能看在大家曾经是亲戚的份上，看在他抱回萌萌的份上，请求赵一鸣以德报怨，放他一马。赵一鸣想到前阵子领导和他说过的话，现在国家对公务员要求很严，要是生活上有什么闪失，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，可别弄出什么不好的影响来啊！于是赵一鸣决定放弃状告马向，以去单位加班为由，毅然决然地扔下妻子和满桌子的饭菜，从家里离去，留下独自愈合伤口的圆圆。第2天，2人很快就办好了离婚手续。圆圆的笑容跟天气一样无比灿烂，可谁又知道强颜欢笑的人心里是在掉泪，甚至是滴血呢？他们并没有为争夺财产而大吵大闹。经过一番，去哪个医院诊？给我表哥医院吧，有生人比较好安排。愤怒的他回家后立马对妻子发难，并拿出自己有生育能力的诊断书，质问妻子怎么回事。谁料妻子看到诊断书也是一脸懵圈，跟我这装蒜，你跟你表哥马家……他万万没想到，赵一鸣居然将这件事情都告诉了韩雪。由于是自己无法生育，负责检查的表哥为了保全他的家庭，做了个假诊断书，将罪名扣在了她的丈夫赵一鸣头上。然而相隔6年，赵一鸣的初恋韩雪带着6岁的儿子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，2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。不能生育的圆圆，她又怎能和生了儿子的韩雪对抗呢？考虑一番后，圆圆决定了不再强留这段婚姻。
回家后特意给老公准备了丰盛的告别晚餐，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向前合起伙来骗我！圆圆拿着诊断书跑去质问表哥马向前，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方圆圆身上，而不是赵一鸣。方圆圆从小失去父母，一直在马向前家长大，表兄妹关系感情很深。马向前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，于是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。商量后，赵一鸣选择了净身出户，房子和养女萌萌都归圆圆所有。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向韩雪表示，无论多困难都会凑足钱把毛毛的病给也好，但费用还差一部分。于是赵一鸣为了毛毛的医药费，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话，便找到了当律师的朋友，委托他状告圆圆的表哥马向前，准备要一笔精神损失费。那赔个几十万应该问题不大。官司我打了，可当年的假诊断书居然让毛毛拿去叠纸飞机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给孩子玩？我也不知道这个很重要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回去就给你找。赵一鸣的律师很快找到马向前，向他了解当年假诊断书一事，不曾想马向前反咬赵一鸣家外有家的事情，是赵一鸣无中生有才蓄意报复。待律师走后，他慌了，赶忙往圆圆家里找当年的诊断书，可已经找不着了。马向前意识到诊断书肯定是在赵一鸣手中，赵一鸣给我告了。告了？他告你什么呀？一定会把孩子的病治好。韩雪哭诉孩子病情的一幕，被前来劝告赵一鸣原谅方圆圆的马向前看见，两人的表情让他感觉到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。马向前开始怀疑起赵一鸣突然做生育能力检查的理由。方圆圆的婚姻出现了危机，老姨夫妇在家中大胆猜测，你说这赵一鸣怎么突然想起体检啊？我听我丈夫说，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儿子多大？6岁了。女人和丈夫结婚6年，突然发现丈夫在外面居然有一个私生子。圆圆没有大吵大闹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丈夫的初恋商谈，企图通过这次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，可没想到竟被对得哑口无言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。你要是想谴责我的话，我觉得你最好先谴责一下你自己。你自己有毛病，自己承担着就好，干嘛要扣在别人的头上？你的这种行为叫什么？精神阉割吧？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？韩雪的话无疑是触痛到了圆圆的伤疤。女人忍受不了丈夫在外有私生子，而丈夫更是痛恨妻子表哥的欺骗，因此二人快速地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大人的离婚无疑是给孩子造成最大的伤害。我就要去找爸爸。萌萌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再不听话，妈妈打你了。我不回家，打死我也不回家。离婚后，养女萌萌整天吵着要爸爸回家，并用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。马向前使出浑身解数哄骗萌萌吃饭，同时极力地劝说方圆圆与赵。现在被人甩了，你又回来跟我这谈情说爱，你我为什么被甩？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嫁给他，他不甩我，他就不是个男人。而韩雪也终于说出找赵一鸣的真正目的，原来是孩子毛毛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一大笔钱，自己能力有限，不得已才决定投奔孩子的亲生父亲。赵一鸣承诺当年的去年就是假诊断呗。马向前埋怨圆圆为何要离婚，如果不离婚还有这层亲戚关系罩着。如今赵一鸣无牵无挂的，自己就等着受审了。这一举动吓坏了马师图一家人，于是打算前往赵一鸣家劝说赵一鸣撤诉。而此时韩雪正带着儿子给赵一鸣送来饺子，因为赵一鸣为了凑齐手术费给毛毛，这的两人注定渐行渐远。圆圆表示同意了离婚，但提出的要求想见一见那个女人。终于在赵一鸣的安排下，方圆圆和韩雪相见了。我听我丈夫说，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这次来是想旧梦重温吗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看来圆圆的对手可不简单，企图通过和韩雪的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，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。事后如何发展，我们下集见。整天只吃馒头方便面，而韩雪也找了2份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毛毛也终于开口喊出了爸爸。你比我之前的爸爸好，之前的爸爸打我还打我妈妈。赵一鸣心疼不已，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。这感人的场面被前来相劝的圆圆老姨撞见，两人针锋相对，破口大骂，闹得非常难堪。赵一鸣只好先劝退韩雪离开，没想到王宝珠却临时改变政策，恼羞成怒，反咬赵一鸣包二奶养私生子，说如果赵一鸣告马他生育能力。赵一鸣思量了一下，最终说出了自己有一个儿子的事实。正想解释时，却被圆圆打断了。圆圆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相爱赵一鸣复婚，并分析赵一鸣私生子问题乃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出现在他与方圆圆结婚前，根本谈不上背叛或出轨。如果方圆圆能够不计前嫌，为了孩子，还是复婚为好。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为了毛毛的手术费，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，赵一鸣一纸诉状把马向前告上了法庭。不能生孩子这事也不是1天2天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他早就应该忘了。按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复杂。
随即老姨王宝珠没能守住秘密，偷偷将猜测告诉了方圆圆。经多方证实，圆圆回到家中问起丈夫为什么好好的突然会检查。1天以前，圆圆还满心内疚，如今她的心境已然不同。哥犯的错误跟你的事情比起来不算什么，所以现在咱俩扳平了，我不欠你的。行吧，那什么时候办手续啊？明天吧。赵一鸣没想到妻子居然爽快答应了离婚，心存